hello hello，现在应该可以了，现在应该可以了，现在应该可以了。大家请确认一下，现在声音应该可以了。好的，不好意思，可能是麦克风连接又有一些问题，耽误了几分钟哦，耽误了5分钟。我们现在已经有不少朋友已经进来了，我们简单说一下这个大盘。我刚才说什么呢？就是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支持，来这个频道提问。我开这个频道不是为了做喊单的，不是给大家来喊单用的，只是分享缠论这么一个好的理论，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从缠论这个理论中受益，对吧？所以也非常感谢大家来我的频道来支持，尤其像很多朋友每次都非常准时，感谢大家。好的，我们继续来这个看这个大盘。这个大盘呢，现在就是先讲一下大盘，然后再看一下大家的这个问题。现在就是一个牛市节奏，就是什么牛市节奏呢？就是快跌慢涨，就是它现在可能是短期一个快速的回拉之后，然后开始慢慢往上爬，就这种节奏，对那些没有耐心拿不住股的人，或者说天天觉得要暴跌的人，他们可能是比较难受的。所以啊，短线能不能够做呢？可以做，但是你现在去做太多的短线的话是比较吃力的，尤其它现在没有明确的方向，其实还是市场应该是在等，因为下周6月18号有这个美联储的利率决议了，对吧？就是应该是下周三，但是呢，下周四美国好像是假期，所以它这个挺有意思。下周三是美联储的利率决议，应该是现在目前市场预测是不降息，因为现在这个就业市场还是非常的好。昨天也出了这个 CPI 数据，还有今天也出了 PPI 数据，这些数据都显示市场并没有那么坏，但是川普现在美国的总统和副总统都在这个社交媒体上给这个美联储主席喊话，让他降息降息。毕竟他们如果说降息的话，美国政府需要偿付的这个利息的话，会减小很大的压力。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一直给这个鲍威尔施加压力的原因，让他降息的原因在这里呢。但不管怎么样吧，6月18号之前，现在应该就延续这么一个状态，就下周三之前没有方向，所以说，你可以看自己的个股在什么状态，然后基于自己的个股，如果说有机会打短差，就做一做短差；没有机会做短差的话，就拿着底仓就好了，对吧？这个不是每天都需要交易的，很多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过度交易，就是你每天都想操作，进进出出感觉很爽，那种感觉很爽。这个我是深有体会的。但是呢，很多时候过度交易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指数，我们就不过多的说了，毕竟现在没有太大的变化。我们看一下大家的提问，大家可以提问了。秦朋友已经问了一个 TM 这个我们之前好像说过，我们再回顾一下，看一下它的这个大周期的。那么 TM 这个的话，我们上一次这个分析它的时候，我们怎么说它这个公司的基本面？它好像是一个基于 AI 还有这个用大数据，就是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改善精准医疗的这么一家公司。把它图形给更新一下，这是它的这个现在最高价是73.28。它这个公司啊，主要致力于收集、整理、分析海量的临床的还有分子数据，
为医生提供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建议，并加速这个药物研发。总而言之，它是提供数据驱动的诊断和治疗支持服务，对吧？这是这个Tempus 这公司。那么它在这个肿瘤学等细分市场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就是这个他们的这个技术。竞争对手的话，不多，就直接的竞争对手并不多，所以这公司在他们这个整体这个行业的话，因为它这个独特的数据和 AI 平台啊，使得它在市场中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它这整体的一个基本面简单说一下。那么图形上我们之前是看过这个图形的，对吧？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上。那么在周线上它上市之后形成了这么一个区间，其实它这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么一个区间，一个平台也好，或者箱体也好都可以。它没有脱离这个之前的话，不会有，就是它的基本面是没有出现突破性的变化，所以造成了它这个整体的公司价格就在这么一个区间震荡。那么我们要做的话，或者你要做的话，就只能先做周线的区间震荡。周线的下沿附近，它只要不能够快速杀下去，你都可以买，对吧？然后上去了，不能够突破这个区间，你就卖，就这样就能够这个把这个节奏掌握得很好。但不要追，一定不要追涨，因为它的盘子毕竟不是很大，所以啊，在没有出现明显的技术型突破的时候，或者说没有公司要买它了，对吧？没有什么收购、并购的这些的时候，都不要这个去追它，直到它出现明显的突破。那么现在看一下这个36到73这段，因为周线上现在是一笔，看一下它能不能够往上走。也就是说，我们希望的是它这里能够往上力度非常强的突破这个中枢的那个上轨，就上沿儿，这才可以。那么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是不是够不够饱满啊，够不够充分？以这种方式来分析一下它后期的一个动能。如果说动能不够强的话，又临近这个周线的这个中枢上沿的话，那基本上就差不多了。现在已经3段了，从36这里1、2、3，而且还打了一个高点，对吧？那么现在我们关注的重点就是这个第3段有没有结束？毕竟这个第3段它可以继续延续，它可以继续往上涨一涨。它因为这个其实也是一个1、2、3、4、5，因为这个也是4月2号。或者说这个前面有一根 K 线，是不是4月2号这根 K 线？4月9号啊。哦，4月9号他那天是最低点，就是川普发推文说这个跟所有国家暂停90天，跟除了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暂停90天那天造成了一个大涨，他那天是最低点，所以它跟其他图形不太一样。但是呢，小周期上或者说你把这个一笔当成回落，它就是一个1、2、3、4、5，它是第5浪。那么如果说这个不当成的话，那就是1、2、3，对吧？这就跟指数那个图形是一样了。我们就看这个5什么时候结束。我们看一下这个第5浪或第5笔的内部。把其他的我先清一下，主要关注的就是这个。那么在这是我们之前画过的，好像是30分钟上，这里有一个，下面有一个中枢，然后这里又有第2个中枢。那么现在这个中枢已经饱满了，我们之前分析的时候还没有那么饱满的，我们把这个也清掉。现在1小时上是有一个明显的中枢了。那么它现在今天这个不知道是今天还是昨天这个回落还有希望啊，它这个不够一笔，这个回落这个点位还不够一笔，看它这个回落之后还能形成这个中枢的一个3板。如果说回不来的话，你就看它这个起涨的这个位置，从这个位置开始。看一下这个黄金分割，我们把这个黄金分割给它拉出来，看一下它能到哪些位置。我们把这个价格也往这里扯一扯，这样的话能够观察到它73.27，对吧？就看它这里到了这里之后。到了这些黄金分割潜在的支撑的位置，能不能够得到支撑，然后再起来一次？
这样的话是在这里做第二个中枢，因为下面是1小时的 A 中枢，它可以在这里再做第二个中枢，都哪些位置都有可能的，是吧？我们就不预测它到哪些位置，你也预测不了。所以到这些位置之后得到支撑，看它这个上涨的力度。如果说力度比较弱的话，那基本上就是从52.25到这里就结束了，一个中枢，然后带一个300可以结束。如果说它要在这里盘出来一个第二个大 B 中枢的话，那就看你就可以利用这个中枢震荡，先做1小时的这个中枢震荡，然后看它能不能够再次突破，以这种方式大 A 大 B 来结束这个上涨，对吧？或者说是什么呢？还有一种就是走反向，这不是一笔下来了，然后这个有反弹了吗？但它这笔回落的时候特别猛，直接就回到了前面这个中枢里面来了。那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了，从这里你要断开了，然后日线上从52.25到这个最高点是一笔上涨，然后右侧它就开始走反向了，对吧？所以说不论怎么讲，你这个1小时的这个二卖的时候出现这个反弹力度很弱的时候，这个位置仓位要稍微减得多一点，以防止它这个出现快速下杀。如果说只是一个盘整背驰的时候，那就更容易形成第二个中枢了，对吧？之前有一个朋友问过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判断是一个3笔还是一个5笔，还是说一个带中枢的，是带一个中枢还是带2个中枢？之前有过一个直播的时候，有个朋友问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问的非常好。那我们在这里重复一下，你能不能够知道是一个3浪回调，还是一个5浪回调，还是说带一个中枢的这个结构盘整下跌结构，还是带2个中枢的趋势下跌结构？你能不能够预测，对吧？这个他是当时问的，就是说在这个下跌的时候，我能不能够知道是3就结束了，还是5就结束了？在当下你是没有办法预测，首先。那么怎么能够根据这种情况来操作呢？就是这个下跌这段，这个3下跌这段，如果说发现它弱的时候，怎么发现它弱呢？你就需要降低周期，去它的次级比。比如说我们现在看的周期是1小时上，那你就要去这段的内部5分钟、15分钟上看它的结构。内部的话，它如果说出现非常急的这种小浪形往下走的话，那可能这个3就会延伸度比较强，就有希望延伸出5段来。如果说它这个3的内部走的非常纠结的，可能它在5分钟上已经有2个小中枢了，那基本上就是盘整背驰就可以结束，它就不会出现4和5。所以说你没有办法预测它是一个3浪就结束，还是一个5浪就结束，而是在这个生长过程中，你需要跟踪它的更小周期，才能更好的发现它是3还是5，而不是说预测出来3和5。那么出来5之后，假如它出来5之后就结束吗？也不是，它完全可以再构造出来一个中枢，然后再次下跌。这个下跌如果力度强的话，那可以再生长出来第2个中枢来。所以说你也不能够预测是一个中枢就结束，还是要2个中枢就结束可以结束，还是跟踪，就是它在下跌的这一段，如果说出现一个快速下杀的时候，那就有可能，这个离开的这段跟进入的这个中枢进入段一比较没有背驰，那基本上就是要形成大 A 再形成大 B 之后再结束整个的，对吧？一定都是一点点跟踪出来的，去根据当下结构比较，前后比较，有强弱这个比较的时候，你才能知道是走3浪还是5浪，还是走一个中枢还是走2个中枢。所以说你是没有办法预测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这里需要强调一下，很多人想要找到一个简单的公式，到底是3还是5还是怎样，没有这种简单的万能公式给到你，一定是根据当下情况来分析。这个点我需要再次强调一下。所以说，那么就先看它这一段。那么现在看的周期是1小时上，它在这个已经有4、5根 K 线在这里横着了，说明小周期上有中枢的。它可能再打一个低点，也就是说可能到68附近，那你就需要禁得住它的更小周期，去看一下有没有盘整背驰，对吧？那么你就可以参与了。那么参与的时候，你这个位置进场的那个依据是它没有回到这个中枢里来，然后它的这个内部出现盘整背驰了，小周期上5分钟、15分钟出现盘整背驰了，我买的是300，但是呢，
你发现你买进去之后，它是反弹了一下，5分钟反弹了一下之后又快速下杀，那你这个进场的位置就出现了这个亏损。这个时候你是需要应对的。你在这个位置进场的时候，你是已经做好了预案，这个位置如果说反弹很弱的时候，你就需要去把你在下面买的卖掉。如果说你这个回落，这个再次跌破前面这个位置，如果说你能承受的话，那你就需要分批进了，分仓进，对吧？出现了这个位置，你经过你的判断，可能是要形成要拐头了，那我就分一点仓位，但是又被打掉了，它继续向下延续，我就再分一点，再往下打掉，那我就再分一点，分2次到3次，最多3次。如果说3次之后还往下走，那就说明你的判断前面这个判断它内部出现了背驰，或者它内部要结束，那个判断是有问题的，就不够精确。所以说你要提高的是你的精确度，而不是说我在这里尝试了一下没有尝试对，后面就不敢尝试了，那是有问题的。所以说任何位置进都不100%的保证你肯定赚，你只要做好你的出场的预案就好了。你要想好了，如果说你的判断错误，出现多大的回调，你能不能够承受？如果说我这个位置进了，然后我不能够承受它这个，比如说打回到中枢这个空间，那你就止损，对吧？你就把这个止损，你在大概比如说68位置进的这个，它如果说到68附近，你在68附近进的话，那就止损就放在67，或者说稍微往下一点，看你自己的个人的承受能力。所以一定要想好你的进场之后，一定要或者进场之前，你就要想好你的出场的预案，而不是说我就看着可能要涨了我就买进去，然后也不想只想涨不想亏。这是很多新手或者说很多怎么说呢？大部分人吧，就是从来没去考虑，他如果说出现了跟你预期相反的时候，你应该去怎么应对。这个其实应该更多的考虑。你如果说把失败的情况或把亏损的情况想清楚了，做好了预案，那你有什么不能承受的？我任何位置都可以进，你只要能够承受得了这个亏损的话，我任何位置都可以进，我可以随时开仓。那我只要把止损放在这里，我只要能够承受这个亏损，任何位置都可以开仓。所以说，什么位置进出都不重要，而是你能不能够承受它亏损带来的这个损失，对吧？你只要做好预案就好了。我们之所以要做技术分析的目的，是因为我们想抓这个拐点呢，我们想抓这些拐点，对吧？我想买了就涨，它卖了就跌，那不是最美的吗？所以针对这个TEM 的话，就是它这个现在我们看的周期是日线，那就是说这段它的内部不够饱满，就看它内部的这个中枢什么时候结束，才有可能结束这一段。那么这段结束的话，那就有可能结束了这个周线上这一笔了。周线上这一笔结束，我们再来周线上看，那就可能继续围绕这个中枢震荡，那有可能再回到这个中枢中轨这个位置，然后看能不能有力度上去。所以说它每一次回落都有可能打出去，每一次的这个中枢震荡回落的时候都有可能打的就是离开这个中枢。所以说你没有办法预测是哪一笔能够出去，你只能是每一次回落都去买它，都去做多。所以说不是预测它是不是能打出去，而是每次出现这种回落的时候你要去应对它。这是针对这个 TEM， 我利用这个把这个缠论就是说你把这个方法可以用到任何的股票上，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相当于一个怎么说，就是你只要学会了这个掌握这个方法之后，分析什么股票都是一样的。其实好的，那么这是这个 TEM， 大家可以继续提问。那么现在这个指数，大家可以继续提问。我们说一下这个指数的1小时上，它现在从这个5767，它这个是有结构的，对吧？带中枢，然后离开。它现在这笔回落呢，现在是有包含关系。严格处理的话是不够一笔，但是你先当成一笔也可以。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就是针对这个的话是一个300，那就看它这笔生长能不能够生长出来。
那就跟我们刚才分析的是一样了。如果说在这里做一个中枢之后再上去也可以，这样的话就是 A 中枢 B 中枢大高点，对吧？或者说它这个没完事儿，它可以往下延伸延伸，再回到这个中枢里来也可以。具体怎样的话，那就需要去跟踪它，这就是缠论的一个跟随策略，你是没有办法去做预测的。所以说呀，盯盘其实是很累的。那你不想盯盘的话，就把周期放得大一点，日线以上的，对吧？不需要盯盘，那你就可以做一个相对模糊的一个操作。出现顶底分型的时候看一眼，然后配一点仓位，这样的话不需要每天去盯，因为盯盘是很累的。这是指数。那么在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我们可以简单说一下比特币吧。比特币最近昨天和今天也是出现了一波调整。我们看一下比特币的这个结构，把这个清理一下。那么从这个74000这个上涨，它现在是一个五浪，现在在这个第五浪里面或者第五笔里面，它这个第五笔啊也是有包含关系，有两个最下面两个 K 线有包含关系，它包含处理之后只有4笔，但是你现在可以当第五笔或第五浪来看，毕竟它是在一个历史最高点这里出现一个受阻，对吧？那我们之前在分析比特币的时候，其实是说过它这段的。当时说的时候，我们当时看过1小时上，这是我们之前分析的痕迹。我们当时分析的时候在这儿，我当时说它这个1小时上有一个 A 中枢，然后这个回落刚好是到了0.382，然后还出现了底分型，就看它这笔反弹，对吧？还确实给了一笔反弹，然后还有过一次，然后其实这就是它的小周期上出现了一个相对的饱满的三段，出现了背驰的这个状态。如果说你盯盘的话，能够明显发现这个位置，它的现在这个周期是1小时上，也就是说15分钟上是有一个3段背驰的状态出现的。那么以3段来构成了这一段，也就是这里是有一个一笔下和一笔上。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如果说你发现这一段回落的时候很强，或者说不背驰的时候，那基本上就是这里要走反向了。那么现在它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我把这个图形给它这个比较一下，这个1小时上它这里把它画一下，它现在出现了1、2、3段，就反向出现了1、2、3段。虽然说这个第3段还没有回到这个下面这个中枢里面来，但是因为它第3段没有背驰啊，我们可以测一下这个第3段的回落，对吧？现在是已经跌破了等比例了，现在已经到了 1.618 了，也就是说这个的下跌到 1.618，跟前面的比较，所以说是比这个第3段比第一段强，没有背驰。那么就看这个第3段什么时候结束，看看这里是不是能够弹一下，给个小4浪，就是1小时上给一个小4浪反弹的话，再来个5，就看它是不是一个5浪的一个模式结束这个，对吧？这个位置是可以尝试的。那么这是这个5浪的这个情况。如果说它这一笔反弹很强，然后这样的话就有一个中枢了，也可以，你可以用这个趋势线一画，看看是不是能够到这个位置它受阻了，那么也会有一个反向中枢。出现这个中枢的时候，那你还是一样看它这段反弹的内部结构，是如果说带2个小中枢上去的，那基本上就到这个位置差不多就结束了，它还可以继续向下走。那么这样的话，以这种结构有进入段，有2次反弹构成中枢，然后再跌一次，这样的话就看它这个离开段跟进入段比较，是不是能够出现背驰，然后再看它是不是能够结束整个的这波回调，对吧？就这个结构就是一点点生长出来的，你一定是在它刚开始有萌发的时候你去进场，对吧？你现在观察这个内部已经挺饱满了，它的这个小周期上，那我可以做这一笔。如果说你想做这个4浪或者说这个强的反弹的话，你只要把它出场的你能够，如果说它打掉这个最低点，你把这个止损放在106.10600，对吧？放在下面一点，或者说放在这个200天均线下面一点也可以啊，你只要能够有这个止损策略就好了。
就怕它是快速杀下来，你又不带止损去扛单，那就完了。因为你是没有办法预测它跌多深的，它完全是可以阴跌，然后来一个7浪9浪都可以。所以说呀，这个什么位置进不重要，而是说你有没有能够当走势出现跟你的看的这个方向，或者跟你这个分析的方向相反的时候，你能不能够做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应对。这是针对这个比特币。那么既然说了比特币，我们就说一下现在这个大家可以提问啊。那么你们如果说没有提问的话，我就随意找一些现在动能比较强的，比如说这个现在出的这个稳定币，刚刚上市的，6月5号刚上市的这个 Circle Internet， 这个其实它的活跃度还是挺高的，我关注过一段时间。那么它的一个结构，因为它发行价是31块钱，现在最高点干到138，对吧？那么现在它这个结构 K 线并不多，所以说你需要把周期降的小一点。你看30分钟上的话，它是有结构的，这是这个 IPO 那天的最低点64。如果说我以30分钟来分析的话，我们看一下它30分钟的结构。它这样的话，我们把30分钟给它画一下。这是它30分钟的一个结构，前面是一个1、2、3段，然后开始在这里震做中枢，所以这里是有一个30分钟的中枢。为什么要看一下它呢？现在我看好多新闻在这个说比特币的事儿，说这个稳定币的事儿，然后这个美国的这个财长 Bennett 他也是提了几次这个稳定币的事儿，所以说现在可能是不知道是不是国家战略啊，就是稳定币，因为毕竟这个稳定币他们是以美元作为这个，当然看你是在哪个国家发行的。如果说你是在香港发行的稳定币，那就是以香港来转换成稳定币，港币，对吧？如果说是在美国发行的话，那就是在以美元作为这个等比值的转换成这个稳定币。所以说现在不知道是不是有国家战略在里面有考虑，他们在推这个东西。如果说是一个大的战略，国家之间要竞争，都要搞这个稳定币的话，那么针对这个，因为它这个 Circle 它是发行稳定币的这个发行方，对吧？那么对他们的业务肯定是有好处的。所以说这个我们可以相应的多关注一下，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动向。毕竟它刚开始这个上市嘛，那么这样的话，你如果说能够在早期就介入的话，那你之后慢慢的这个跟随它的生长，跟随它的这个发展，那你的成本可能越来越低，对吧？这样的话，一旦成本到0到负之后，你就不用管它了，放那放了，它之后再怎么发展，你只要不亏钱，那就不怕它跌，那继续往上生长，那肯定是更好了。所以说它现在是在这个30分钟上有这么一个中枢，在做30分钟的震荡，那么就利用这种小周期，看看能不能够做一做那个差价操作，把这个持仓成本降一降。毕竟现在虽然说这个已经是100多，相比较它的这个发行价31的认购价已经很高了，但是不跌的原因，很多人说啊它已经有泡沫了，或者说它这个股价已经很高了。但是啊，这个股价这个东西就有意思了，就是它是一个供需关系，对吧？很多人说比特币也好，或者说这些虚拟币怎样的，这个价格都是供需关系造成的呀。你说这个虽然说有泡沫，但是你得有人卖呀，或者说得有人砸盘，有这些帮机构大鳄砸盘，说是有泡沫把它砸下来，对吧？可能那个价格就跟着下来。但是如果说有人大家认这个价格，他就值这个钱，或者说他就这个可能已经把他前期的股价已经透支了一些，但是他现在下不来呀，对不对？所以说不要去觉得你能够做的就是根据市场当下的价格交易，没有人能够说我觉得这个股票只值10块钱，我就10块钱交易。那你拿10块，你按照10块钱去挂单，你是买不到的呀，你只能按照当下价格交易。所有的人，不论是你还是巴菲特，他只要想进市场交易这只股票，就只能按112.43来交易，这就是股票价格的魅力。所有人都必须按照当下价格交易，不管你认为这个股票是有没有泡沫，你可以做空它，
对不对？你觉得那个它价格里面有泡沫，你就去做空它就好了嘛。你做空它的话，也必须要按照当下价格来做空。所以啊，那么它这个现在区间就在30分钟的内震。这是这个 circle， 大家也没有其他的这个提问，那我们就继续看其他的，看一下特斯拉吧。特斯拉的话也挺有意思的，这个好多小散户被这个马斯克给玩的，这是怎么说呢？叫苦连天吧。如果说只是纯粹的被这些消息消息影响的话，那你是这边基本上就是追涨杀跌吧，对吧？在他跟川普对骂那天，这是在6月5号。周四的时候，上周四6月5号他们对骂的时候暴跌了14.26%，对吧？如果说你一杀跌，那基本上就搁在地板上了。但是呢，我们当时是说过这段的，我们看一下当下我们当时怎么分析的。因为当时在1小时上，我们是看过一个位置，300附近是有一个等比例的位置，我们再复盘一下当时的那个位置，它是有一个中枢，这个是中枢的进入段，然后这里是有一个小中枢，然后我们当时分析过等比例在301，但是呢是跌破了301，所以说这段离开是没有背驰的。我当时建议是有反弹先减仓，对吧？做二买，要么是做二买，要么是做这个盘整背驰的时候这个位置。我当时的建议是这样，对吧？那么它看一下怎么走的。30分钟，现在看的周期是1小时上，它是确实是出现了一个反弹，但是呢，这个反弹只有4根 K 线，所以说你在1小时上，现在的看的周期是1小时，是这段你是那个卖不出去的。但是呢，如果说你降低一个周期是30分钟的话，那就清晰了，因为1小时这个周期跟30分钟它俩的这个级别是大概相同的，所以说你用30分钟交易也可以，用1小时交易也可以。那么它在30分钟上，这有一个中枢。也是一个5浪下来，跟那个1小时的话有一点点差别，但是呢，它这个反弹是刚好够一笔的，这个反弹是够一笔的，但是也没有碰到前面的这个低点，所以说你有反弹要先出来，你出来的话，它还是给你机会，给了一个二买呀，对吧？那么这是我们上一次这个直播时候分析的，给了二买之后，这是给了一个二买，然后这个离开，我们在上一次直播也分析了，它没有背驰。我们当时怎么分析的？就是从这个3段我们测的。我们上一次分析的时候是在这里，我们当时说它已经在等比例之上，它这段没有背驰，就是它后来又延续了一下，然后顶到了 1.618 这里，看到没有？顶到 1.618 这里，然后出现了回落。那我们当时也分析，就是用不测而测也分析了这种情况。如果说有回撤，你就看能不能碰到前面这个1浪的高点。碰不到的话，还只是一个4的回撤，它还有5呢，对吧？那么出现第5段了，已经30分钟上已经有第5段了。那么之后的话，就看这个第5段小5浪，30分钟的小5浪能不能够再次，比如说再冲到335，这里有一个200均在这里335，但是呢，力度如果不，因为它这里是粘合度太高，这个 K 线的力度一定要强，相当于一个离开。我们把这个给它圈一下，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小周期上，你看它在5分钟上有这么一个中枢，这个5分钟的中枢，它这个离开的力度一定要强，它现在有这种表现。这个如果说能走得很强的话，这个张口要张得大，然后这个力度要很强，这样的话就跟这个进入段就没有背驰了。那这样的话，这个因为这些的结构在1小时上，在30分钟上就是那个小5浪，那这样就有希望它走出2个中枢来，就是说这个离开段不背驰的话，它就希望在这里再做一个中枢，然后再打一个高点，这样的话就是大 B 中枢、大 A 中枢，然后再结束整个的这个上涨，对吧？所以说现在有这么一个潜在的，就看它这个离开这段，所以说有这么一个可能性。那么以这种方式来这个到，那基本上就能到这个335，到335之后
那你就要关注了，这里是不是要在这里做30分钟的中枢再上，还是说就5浪就完事儿了？1、2、3、4、5可以再打一个高点的，这个小高点335.4。如果说突破了335.4，那你就要小心了，因为这个是小5浪就完事儿了。那么这些结构在日线上就是反弹那一笔，就有希望或有可能要出现一个日线的一个二卖。我们再看一下日线上，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也就是说它这个反弹够一笔，日线上就够一笔了。如果说日线够一笔之后不能够再次突破367的话，就会出现一个二卖，它会出现一个三段。三段的第三段呢，可以是再次去跌破273，也可以是给一个二买，然后弹一下，然后再下来。这样的话就会构成一个反向中枢，也可以是直接跌破它，以这种方式来构成周线上的一笔回落。所以说说来说去就是好多周期你要串联起来，你要知道它在大周期上，比如说周线上是什么结构，然后日线上现在在做什么结构，然后又那个利用区间套降低到更小周期30分钟上在做什么结构。这样的话你就能够不单单局限于某一个小周期里面，对吧？小周期的那个演变，它对大周期意味着什么？你这样的话才能串联起来。那么你交易是一个立体的一个网，就是分区，这是禅师说的那个分区卷权，利用不同的周期分周期，那么每个周期配置仓位不一样，我30分钟我也可以配置仓位，然后5分钟上我也可以配置，然后周线上也可以，对吧？然后日线上出现了二卖，我也可以，就是仓位的加减，仓位的加减。好的，这是针对这个特斯拉，我们说一下简单的。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英伟达，英伟达的话也是现在就比较走势的多空并不明朗。这是6月11号，昨天已经翻红了。它现在也是一个跟标普那边差不多嘛，一个1、2、3、4、5，或者说是一个1、2、3，对吧？因为它这个4月9号这根 K 线破坏了这个二浪回撤。就是说，用当成3浪当成5浪，其实区别并不大。因为我们关注的是第5段，就是最后这段，最后这段它的延续性。那么因为它已经应该现在已经现在已经在周线的这个大中枢之上了，对吧？那么就看一下这个第5浪的内部，应该也是在等这个6月18号这个利率决议。1小时的话。从这个起涨点，我们把这个1小时的这个小结构给它说一下。这里有过一次回落，然后这里是，所以说它在1小时上有这么一个中枢，对吧？它的每次回落都回来了，你发现没有？就在这个1小时在这震的时候，虽然说这里是只有4根，那你可以把这个，因为我这个比较熟练了，就没有去挨个画它。你可以把它的那个每一个画得很清楚的时候，就是这么一个结构。它每次回落都回到了这个区间内，它就是还在这个1小时的中枢在这震呢，直到它可能震出9段的时候，震出9段那就升级了，看它升级之后能不能够往上走。那么现在还没有脱离这个1小时这个小中枢，所以说它这个，但是呢，震荡的区间越来越窄，震荡的区间越来越窄，但是有拔高的迹象，你发现没有？它这个每次回落的时候，它的这个低点慢慢抬高，这也是一个好的迹象。有可能后面如果说加速走的话，那基本上就要走这个 A 中枢的离开段了，就是走小 B 段。如果说你发现它这个力度能够跟上来的时候，那你就要注意，这个是小 B 段，是1小时的这个小 B 段，就是日线的第5浪的小 B 段。这是英伟达现在所出的情况。我们看一下 Palantir， 这个秦朋友问这个 Palantir 的话，好像最近又打了高点吧？昨天又打了一个高点。我们看它这个结构，因为这个之前它在
6月5号是出了一个低点118.94，对吧？是跌破了前面那个低点，那你就需要把这个 K 线图需要一个修整了。我们看一下怎么修。也就是说，前面这个低点你要拽到这里来，然后这是一个新的一笔生长，这就是特殊 K 线出现的时候，因为它这个这3根 K 线属于一个特殊 K 线。那么怎么选呢？就是看它后面的这个选项，看它后面这个方向选择。如果说它后面生长出来一笔，然后又打了高点的话，那你就需要把前面这一笔的回落画到这个低点这里。你这样的话，以这种1、2、3的状态，晓得吧？所以这就是出现这种特殊结构的时候，你怎么来重新画它？那么也是，那么其实那个虽然说这样画完之后，但是对它整体结构并没有太多变化，还是一个3，还是一个3，还在3。那么这个3的话，也是下面2根 K 线有包含关系，这只是一个包含关系的一个5。那么就是看这个力度，如果说这里千万不要追啊，因为它很容易就回来。你看这里不也是吗？在这里的时候，它走了一个1、2、3，也打了一个高点。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有一个高点，对吧？也是出了一个高点。当下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是一个1、2、3的状态。然后这个高点，你如果说在这里去追的话，咵叽2天给你一个大幅回落，那么这是一个区间有多大？10%的一个空间呢，对吧？所以说不要去追涨，那么而是等待它回落的。我们都是买回落呀。那么你能不能够买在这个位置，那是看你的经验还有技术，但是并不代表你这个位置应该去追它。那么同样的结构，现在其实是到了这个位置也是一样，不要去追，等待它有回落。你能不能够预测它什么时候回呢？没有办法预测，你只能去把仓位进行一个加减就好了。那么它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那去看它的更小周期有没有背驰，是不是应该减一点？又到了前面这个小高点的时候，对吧？上导到这里，你减一减，然后回来。然后我们之前也分析过这段，其实1小时上我们当时应该分析过有一个等比例。第3段的时候，当下的时候它是跌破了123，但是又快速拉回来，也就是说它是在6月5号那天跌破了，然后在6月6号一开盘，就是上周五的时候，这根 K 线直接拉回到等比例之上，那这个位置是应该进去的，因为它明显的一个很强势的这个，可能刚开盘1小时的那根 K 线你可能进不去，但是它出现很明显的这种强势状态的时候，那么后2根 K 线你是有机会进去的，在125附近你是进得去的，对吧？我们当时说它可能有希望走出一个2次反弹之后，看它是不是要再往下来，这是我们当时分析的。但是呢，它走得很强啊，它当时这一笔的反弹就直接干到这里了，就直接把前面这个小高点都杀掉了。它并没有给你很强的回落的时候，那你就可以多拿一拿，或者说你在下面这个位置125附近进了，你在这个位置132附近卖掉也没有关系啊。这个短差你是做出来了，对吧？你手里是有底仓的，毕竟这个牛股它的基本面又非常好，技术图形上也没有很差，那你肯定是手里带着底仓的，不怕它往上涨，就是你涨跌都能够应对就好了。涨了你就卖一点，跌下来了有位置了就进去再买回来，就这么一个来来回回这么一个操作的目的，就是为了把你的成本持仓成本价格降低，降到0，降到负，你这样的话才不会受困于每天这个几个点的一个波动，对吧？很多时候你的成本够低的时候，你可以大可不必每天去盯着它。这是这个 Palantir。然后再看这个，我们还有10来分钟，我们可以看一下赵雷斯的朋友问一个邮轮股是吧 ？RCL。现在不知道你们在美国朋友去做这种豪华邮轮旅游的多不多吧？但是它明显也是之前疫情的时候，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很多邮轮是重灾呀，对吧？现在都回来了，所以你说，你看它的大周期上，这是现在看的是6个月，就是每一根 K 线是半年，那么它在
半年线上有这么一个半年线的有这么一个中枢，之前疫情的时候直接砸回到这个中枢的中轨这里，对吧？下跌并不是坏事儿，前提是你能不能够在它高位的时候减，然后你才能够在低位的时候捡便宜货呀，而且还给了2次，踩了2次这个中轨的位置，看到没有？如果说你的为什么巴菲特愿意做大周期呢？就在这里呢，对吧？他发现估值高的时候他就要减呢，比如说苹果，他要减，那就等待这种机会，他是有准备的等待的，耐心在等。那么你有没有耐心在120附近卖掉，然后又给你30附近买回来？这是多大一个差价呀，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分析股票的目的是能够找到这种机会，那么这种你是赶上仓的呀。那么你如果说仓位很小的话，来回在这做也没啥意义。所以说找到这种机会就得赶上仓位，那么又长期持有，那这个不赚钱都很难，对吧？这种票让你拿住了。不赚钱，很多时候你可能有1个2个仓位比较重的，然后又拿得住，成本又比较低的，比你天天来这里进进出出了做那么多短线要强很多，你会发现。所以说一定是精选个股，利用我们说的3个维度操作，不要单纯的做短线，单纯做短线真的是没有任何意义，除非你真的是能够仓位非常重。我们之前举过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跟索罗斯似的，你能够10亿美金去做空英镑，短期之内可能赚个，他好像用了100亿美金赚了10亿美金。如果说你真有这个魄力的话，也可以，对吧？那你有那能耐，也不用来学这个东西了，你可能用很多方法都能赚钱。但是如果不能的话，那你就老老实实的学一点技术，学3个维度，基本面、比价关系，再学一点技术面，这样的话能够让你在市场里面长期存活下来，先活下来，然后再想着赚。很多人这个天天就是去做短线，去为了找那个交易的那个爽快度，其实很多下来忙下来之后，发现都是浪费时间。那么他这个现在就看他这里个离开嘛，这不是周期越大，告诉你的这个方向越明显。虽然说它不够精细，但是它是一个大方向的一个指引。它现在是在走大 A 中枢的离开段，也就是小 B 段，在模型里面是在走半年线的这个小 B 段，还没结束呢，对不对？那么我们把这个最低点 19.25 一直到这个最高点，它的内部看一下，季度图上那一个1、2、3段，3明显不维持，肉眼也能看出来，这还没有4呢，对吧？所以说我们要关注的就是这个3的内部，就是这样一点点降低周期嘛。看一下3的内部，3的内部月线上也是出现过2次大的回落，但是都不够比，而且现在又出现了一个高点，说明日线上基本上有一个5浪了，因为周线上应该有一个5浪了，现在月线上只有1比这个最高点，所以说31到279在它周线上是有一个最少有一个5浪，它还是带了中枢了。如果说简单化的话，其实就这么一个5浪的一个状态，但是因为我们用缠论嘛，我们是结合缠论和浪形的，所以说你用缠论的话，它就是有中枢了。最下面的话，我们看这里，这个高点是61.37、61.78，那就是说1、2、3、4、5， 61.78、60啊，这里有一个，下面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的，日线上第一个中枢。然后又开始往上走，这里应该有第2个，没碰到。看一下那个高点，112.95、113.1没碰到，对吧？就是一个浪形往上走。我刚才这个级别给它标错了，下面这是周线。这下面是周线的第一个中枢，然后它开始往上走，一个浪形模式，这个回来没碰到，然后又上去，但这些回落都不够比，那直接啪啪啪到这里，这个回落是够了，但是上涨又不够，所以说直接就画到这里，它就这么一个结构，看到没有？1、2、3、4、5浪走的特别强，5浪里面又带浪形，就是大浪套小浪，大浪套小浪，这是这个周线的第5浪，它的小浪里面是一个1、2、3、4、5。然后呢，
现在走到第7浪了，周线已经走到第7浪了，而且也出了高点了。现在是在周线的第7浪里面，因为我们在模型里面是有7浪衰竭和这个9浪衰竭里面，9浪衰竭，所以说现在是走在第7浪了，周线的第7浪。那么看一下周线的第7浪这个内部结构，因为现在周线上的顶分型也没有出现呢，但是呢这个位置是可以减一减了，毕竟它已经在周线上走了7浪了，对吧？它完全是可以在这里歇一下，这里做一个中枢，下面是大 A， 做一个大 B 中枢之后再起也可以的。所以说你现在完全是可以先提前减一点，如果说是一直跟踪下来的话，成本是肯定是不会很高的。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内部的小周期上，那么在日线上，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些构成了周线上的第7浪，在日线上的话，它是一个1、2、3、4、5。它开始在走第第6浪的这个小回撤，对吧？全都是浪形的这个模式，发现没有？这种结构越简单，我说过很多次，结构越简单，浪形越简单，就是以这个浪形模式的奔走中枢这种方式构成结构的时候，它的这个多空的方向就越一致。也就是说，做多的人敢于做多，大胆做多，拉的时候特别猛；做空的人不敢做空，所以说多空的看法是一致的。多头也知道是应该做多，空头也没有找到做空打压它的这个依据，所以说他不敢做空，就造成了它这个结构非常简单，稍微回调一点就继续往上升，这就是结构简单的时候它背后的意义。那么现在就是看它这里什么时候这笔回落结束，回落结束之后，那就是一个1、2、3、4、5、6，还可以有7，这就是2个级别同构了，周线就现在看的周期是日线上是在走小7浪，刚才我们就看过了，它的这个周线上也是在第7浪里面，两个周期结构同步了，这个同构了，这就是缠论讲的同构性，就是说它的不同周期结构构造是一样的。我在周线上是在第7浪里面，我在日线上也是第7浪里面，我套一个小7浪，这就是浪形里面的那个大浪套小浪。这是我们结合波浪和那个缠论的一个好处，对吧？这个是波浪里面它也是大浪套小浪，在周线上是第7大浪，那么它在日线上又走出来7个小浪来，因为在波浪里面是没有什么6啊、7、9的，但是我们利用结合缠论的话，这都无所谓啊。这第7比也可以啊，你就叫法不一样，你就知道它的意思就好了。所以说现在就是看它怎么演变，那么你有的话，这个是应该减一减，对吧？你不是说每次都要追求我一定要卖在279.89才算胜利呀，你只要是赚钱的，你就早卖一点晚卖一点区别并不大，你只要是那个节奏，而不是去追涨杀跌，这个才是关键的。你那个少赚一点多赚一点，只要是赚的，那么你就可以大胆一点。好的，这是针对这个 RCL。你还问了一个 NCLH， 应该是 Norwegian， 也是他们俩应该是同样的类型的，我们就不分析了。那么我们看这个Helen 朋友问比特币我们刚才分析过了，比特币已经分析过了，你可以看一下回放。然后你还问了黄金，还有一个 XBI， 我们可以看一眼黄金。黄金的话，我看你是这个标志那个，应该你是会员。黄金的话，我们在周末的时候跟会员朋友们专享的时候分析过黄金，但是现在有一些新的变化。我当时分析的时候怎么分析呢？是从这个最高点3500这里，它是已经有结构了。当时我们分析都是在这里，我当时说这里看它是不是能够下来，对吧？没下来，它又上去了。那么这个位置首先还是不要追它，因为它可以再次，它如果说再次突破这个3403.44的话，就是这个3120上涨没结束嘛，它可以再往上走去突破一下3500，突破3500意味着大周期上是一个周线上的一个新的变化。我们看一下它的周线，就是从这个1810，它的这波上涨全部都是1810上涨，1810的一个上涨延续，就是周线上的这个离开还没结束。它如果说再次突破3500，但是因为它的这个周线上那一笔在日线上的结构1、2、3，这已经是第4个中枢了，它完全可以再次突破3500之后结束整个的这个4中枢上涨。因为在缠论里面，或者说禅师给我们总结的
一般2个中枢就可以结束一个走势类型，就大部分的那个股票。但是你像这种黄金啦、比特币啦、什么外汇啦，它不一定2个结束，2个结束没有100%的对应性，只是大概率。这是禅师说的，尤其是你如果说做的是股票的话，但是像这种这个大宗商品啦、石油啦，这种它们一旦形成趋势之后，它的延续性是非常强的，就是它的惯性，它的这个上涨的惯性动能是强的，所以它不一定是2个结束，但是它已经是第4个了，你还期待上面还有多少吗？所以说有的话是可以拿，但是没有的话是不要追它，等它比如说再次突破3500之后，看看能不能够在周线上给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回调，就是这个的回调一直没出现，我们要的是这个回调，所以说可以一直盯着一直跟着没有问题，但是手里有的话也是可以继续拿的，但是现在往里再追，那我个人看是风险比较大的，对吧？你说它能够再往上涨到4000，这没有人能够预测得到的，对吧？除非是比如说地缘政治这方面又是比如说现在美国可能跟伊朗那边在较劲，不知道这个周末有没有什么新的消息出来？因为现在好像是说中国那个俄罗斯美国跟以色列可能要针对伊朗的核设施要有打击，或者说在准备着，不知道啊。我也是看新闻，有可能是有这方面的动作。如果说真的出现地缘政治方面跟伊朗干起来了的话，那可能就影响就比较大了，那可能黄金直接就穿上去了。对吧？也有可能啊，但是我们是没有办法，你又不是特朗普内部的人，对吧？身边的红人，你是没有办法预测到的。那么你只能做的就是仓位的一个控制，对吧？我们没有办法预测风险，风险是不可控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能够避免的就是仓位，你能控制的就是你手里面的仓位大小。你就觉得它相对的高位了，我把仓位减一减，这是落袋为安，这是太正常不过的事儿了。所以说，不要想着去控制什么风险，风险是不可控的。你能够控制的就是你手里的仓位，一定记住这一点。好的，那么的话，我们的今天直播就到时间了，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次再见。